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那么有关注我的频道的人肯定都知道，我之前去这个马来西亚，然后也感受到很多马来西亚的这些优点，包括当地非常友好的这样的华人。对，我挺喜欢马来西亚的。但是我今天想聊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可能我去旅行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些让我觉得嗯，就是不是那么高兴的事情，或者是说会觉得有点奇怪的事情。嗯，其中一件呢，就是在呃槟城的时候，在槟城的时候呢，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是离他们那个那个叫什么大楼，那个摩天大楼那个那附近。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去边上好像是一条美食街吧，美食街那边吃饭。然后他们那边很多是吃饭的地方是这样，就是说他那个沿的那个街道有点像步行街这样的餐饮街这样的东西，然后它会有很多摊位，就是不同的，比如说什么福建面呐、然后什么之类的，反正它就是一个一个排开。那边上呢都会有那个就是桌椅，就是对应的这样的桌子跟椅子就在那个他们那个摊的后面。那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地方，不管是大陆的很多省份，还是台湾，还是哪里，这种夜市，其实我还是蛮清楚的吧。一般来说大概是什么样子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点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哈，可能是面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后面那个位置，就是他那摊位后面，那个位置是不是可以坐的？我说这因为一般来说是这样嘛，就说你这个是摊位，后面这个位置可以坐。然后那个摊主就说对，就是他表示是可以的。那我就在那个摊位那个桌子那边就准备等那个餐来人要吃。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个老头吧，老阿伯。然后呢，他那个叫什么，就是他就过来，然后就跟我说，嗯，就是说你在这里做，你就必须点糖水吗？还是什么东西？就得另外再点这个老头他的东西还是他代理的东西，我不太明白哈。他就是说必须给他买，然后我就有点迟疑，有点奇怪，因为我就已经点了嘛，就是我在那个摊位边上已经点了。然后呃我正在迟疑的时候，这个阿伯呢他就说，就是他带有那种有一点点那种威胁的那个意思在跟我讲，说如果你不点的话，那你就走开，你就走，你不要在这里一直坐，走。然后我觉得蛮奇怪的，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已经在那个摊位，然后我就看那个摊主他装作没听到。然后对，就蛮奇怪的，就说我明明已经点了东西，然后我在他们对应的位置上坐，然后还有一个人叫我另外还得买东西，不然他要赶我走，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蛮突兀的。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差那一点钱，而是觉得有点强卖的那种感觉。然后当然我也没有跟他太纠结，毕竟就是在外地旅行，我觉得不要去跟别人太起冲突，所以我还是点了他的东西。然后就是好吧，你说那个要给你买就给你买，没有关系。但是他就很奇怪，就是他讲完之后立刻就是说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是就说你得点我的东西，不然你给我滚，不叫滚，就是他没有说到那么厉害的词哈，他就说就是那你就走啊，就这个意思嘛。然后，而且在这种我是没有跟他说我不要的情况下，他就这样说的。所以让我就觉得我有点不高兴。确实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不觉得这是个礼貌的行为，对吧？你就算你有什么那个，你也要用讲的，你也需要给我反映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确实很突然，说另外再加一个。
然后我就给他点了呢，他就到别的摊位去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凉的那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就是甜点类的东西。然后对，然后我对我反正给他买了，但我不敢喝，因为你要知道这种荞麦的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呃来路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敢吃，反正就给它放着。然后我就自己吃我原来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面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吃完，我吃完就走了。但是呢，就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嗯蛮不高兴的。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是有荞麦的成分在里面，然后而且就是它又不是在一个很不知名的巷子，那个应该还算是就是你可以在网上搜到的这种就是比较知名的这样的步行街吧。虽然可能不是最热门，但是肯定是知名的。那这样子给外地人的这个观感确实很不好就是对。然后因为我在马来西亚这么长的时间呢，说句实话，我就在那里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大概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就是吃饭的地方，它很多是合的，就是说，就是你这个摊位它可能就是跟另外几个摊位是合的一些共用的这些桌子还是什么的。然后大部分的情况下，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就是你点你的，然后呢可能会有人来让你点这个饮料喝的东西，那你也可以点，也可以不点没有人会跟你讲说你不加一个饮料，你就叫你走而且那种态度很恶劣的那种，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在我整个在马来西亚的旅行里面，就感觉是一个很煞风景的，就是很破坏体验感那种事情吧。对，就是蛮受这件事情的影响。还好，我就后来在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不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所以也就觉得还好。然后这件事情我也有问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好像就是也没什么，就是他们好像也不是很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我那个朋友他没有太遇到这种，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以这个角度来去讲太多，所以我之前也没有怎么说。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件事情吧，就是说如果你去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就是像这种情况，你可能还是要尽量的问清楚，然后如果确定没关系，你就给他多点一下，大不了不吃就是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荞麦的东西，你还是不要随便吃。我觉得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所以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相对不那么怎么样的那一面，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也是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客观认知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在我的心中还是非常棒的。然后对，因为有些这种呃事情，它有可能是跟历史有关系，跟这个人群的这个阶段，他某一个年纪的人在某一个阶段，他经历过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他会有那样的一种行为方式跟模式。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不是单以一个地方就是那可能会让外面人就有点突兀。所以你看一个时代在进步的时候，最能跟国外接轨的话，都是一些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跟世界的这种交流会更多，大家的坚持的东西或者是交流的方式会比较相似大家评判一个事情好与不好更容易理解一些这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件事情以外呢，其实大部分都还不错。还有就是比较负面的或者是什么，也就是这一两点大部分的我觉得都还蛮好。作为一个就是海外的国家来讲，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像安全性包括
可交流的程度啊，我觉得都是还蛮不错的所以也没什么好挑剔的。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